俄罗斯雇佣军瓦格纳被泽连斯基用嘴打成了负数啊！其实俄乌战场的另一面已经打的是愈演愈烈了。各位好，欢迎来到赵太观察室啊！今日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说自从俄罗斯雇佣军瓦格纳加入战场之后，那么前前后后已经被乌军给消灭了2.1万人。而这其中还不包括受伤的8000多人，也就是说，参加俄乌冲突总共也就1.5万的瓦格纳集团在泽连斯基的口中是硬生生的被打成了一个负数。其实看到这个数据呢，我们就会立马想起前段时间普里戈任为了要挟俄罗斯国防部公开称瓦格纳付出了2万人的代价。你这么一看，好像对上了。但是这也并不排除泽连斯基是在食人牙慧。照着俄方给的剧本正在进行演出坦率地说呢，俄乌冲突已经打了1年多，我们也可以发现双方之间的假新闻和伪视频层出不穷，而很多消息都是真真假假，让外界呢也是一头雾水。其实这并不难解释，因为现如今的俄乌战场的另一面已经是打得愈演愈烈。当然，这个另一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舆论战随着局势的不断发展，外界接受俄乌冲突的发展情况已经不单单仅限于媒体新闻以及流露出的各种的短视频，而社交媒体呢已经成为了双方争夺的主战场。原因其实无他，主要是这些社交媒体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可以在双方发布各种消息的下面留言评论。因此持不同立场的网友就会在下面吵成一团，甚至因为俄乌双方的语言是互通的，导致俄乌之间的激烈程度比以往我们所看到的任何的舆论战都要激烈。只不过我们通过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双方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争夺的对象和追求的效果其实也并不相同。乌克兰的重点偏向于争取欧美人的同情和支持，而且主打的就是如何让西方不会转移注意力就像泽连斯基的这段发言不管是真是假，瓦格纳的热度它总归还是蹭到了。而俄罗斯则不同，他们侧重于意识形态的动员，通过对外宣传来淡化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主要动机，而从而得到那些非西方国家人们的支持。不得不说，这个策略还是有效果的。而早在去年，英国的一家数据公司通过调查发现，大多数像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国家的受访者认为呢，虽然俄罗斯发动战争是不对的，但是最该挨骂的应该是西方国家，因为他们认为是西方刺激了俄罗斯才会引发了战争。但是正所谓物极必反，其实不管双方是否都达到自己想要的宣传效果，现在外界已经差不多快到了视觉疲劳的时候。还是拿泽连斯基这段话来说，一看到这个消息，人们的关注的第一焦点不再是他这段话的真伪，而是他说这番话的目的。毕竟泽连斯基已经表演过太多狼来了。真相是什么，或许已经真的不是那么重要，因为现实情况就是在双方的舆论轰炸之下，各国人民已经出现了倦意，所以呼吁和平的声音越发的高涨。而这场冲突或许是时候该画上一个句号，不然直接和间接参与这场冲突的国家也必然会遭到反噬，而且一个也都跑不了。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